心。調皮老爸旅遊去，夕陽沉入雲海中，出發嘍！早安，我是調皮老爸。每道光影都是大自然的畫筆。今天來到了草嶺十景中海拔最高的美景雲嶺之丘，沿途我們會經過五原二角、木馬古道，都是非常值得順遊的景點，而且在這裡還吃得到好吃的愛玉哦。先跟各位介紹一下這次遊玩的路線，這次遊玩的順序是五原二角、木馬古道，最後才是雲嶺之丘。雲嶺之丘安排在最後一站，抵達的時候剛好可以看夕陽。剛剛提到的景點，搭公車都可以抵達哦。先在斗六火車站搭乘701號公車，在石壁北天宮或是東壁山莊下車，再轉乘205號公車達到五原二角下車。從五原二角步行就可以抵達木馬古道以及雲嶺之丘。如果不想走這麼多路，搭乘205號公車也可以在雲嶺之丘下車。在五原二角下車的地點有個很重要的地標——阿娟小農繡球花園，這裡是今天行程的中心點，停車的位置也會影響我們行程的安排。如果你想跟我一樣把雲嶺之丘放在最後一站，那就將車子停在阿娟小農的附近。我們經過阿娟小農後，繼續往上開10公尺，左邊就會看到停車位。這裡的停車位沒有很多，大約可以停放10台車。我們是星期日的早上11點30分抵達，運氣不錯，還有一些空位。如果你想把雲嶺之丘放在第一站，再去走五原二角及木馬古道，除了可以停放在阿娟小農附近，也可以導航草嶺石壁森林療癒園區，這裡也有很多停車位可以停。那為什麼要特別介紹停車位呢？因為從阿娟小農開車進入五原二角是一條單行道，一旦車子進入五原二角，想要再開車前往雲嶺之丘，就必須要開下山，走一條20公里的 O 字形路線，返回到阿娟小農，花費的時間大約30分鐘。如果把車停在阿娟小農，開車到雲嶺之丘大約1公里，只需要4分鐘。那再來講一下廁所的位置，分別位於石壁森林療癒園區跟雲嶺之丘。阿娟小農這裡沒有廁所。我們旅行的第一站，先來吃個愛玉。阿娟小農除了有賣我們最喜歡的愛玉，還有果乾跟一些農特產品，這裡也有賣熟食，像是雞腿飯、苦茶油麵線、竹筍湯、豆乾。晚一點我們回程的時候再來這裡用餐。在前往這裡的路上，道路寬度有點窄，很像是一個單行道，但這樣一路開上來都沒有遇到下山的車。下午我們回程下山的時候會走另一條路，在阿娟小農這裡有3個岔路，在涼亭有個指標要前往斗六古坑，在這裡右轉，這個方向同時也是前往五原二角及木馬古道的道路。從道路的寬度就看得出來，車子要在這條路上會車非常困難，但在路口處並沒有單行道的標誌，要開到草嶺石壁森林療癒園區才會看到禁止車輛進入的標誌。在阿娟小農旁邊有一條山林步道，從這裡可以走到雲嶺之丘。我們現在從涼亭這裡開始出發，前往五原二角。你們不要走路，走路了，好棒哦！来，你們走裡面一點，走裡面一點。雖然這條路也是可以讓車輛行駛，但我們剛剛這樣走過來都沒有看到其他車輛。剛剛有看到很多遊客，他們大部分都是搭乘遊覽車或是公車上來的。現在我們走進了竹林秘境。它就可以用跑的了，超漂亮的。现在只有我们，对不对？也有別人呢。关紧。我把它可以比妹妹還要把它快了。有沒有看到右邊竹子做的涼亭？這些涼亭被稱作為五原二角，而名字的由來是依照涼亭屋頂上邊角的數量來命名。這裡不只有涼亭是用竹子做的，連步道也是用竹子做的哦。在步道的旁邊就是廁所，再往前就是草嶺石壁森林療癒園區。這裡有個很大的停車場，這裡也有一些攤位，有賣果乾、愛玉、粉圓、薑。雖然今天走很多路，但這樣邊走邊逛，小朋友也吃得很開心。小朋友買花粉哦，好啊。買那個他們在喝的。好啊。現在要走進停車場裡，要帶各位走木馬古道。如果各位體力跟時間允許的話，可以規劃走一圈木馬古道。
走一圈也是回到這個停車場。我們今天走的是親民的路線，要帶各位到風之舞台，那裡看到的景非常漂亮。從停車場到風之舞台只有1.4公里，眼前有左右2條路，走右邊的路可以欣賞到一些裝置藝術。我們走左邊的路進入木馬古道，出發前記得上個廁所。等等進入步道後，下一個廁所是在風之舞台。媽咪姐姐剛才用跑的，而且姐姐也跑很快，我本來就跑很快。感觉也太好了吧？是森林吗？对呀，我们现在在森林裡面呢。為什麼？雖然1.4公里的步道看起來很長，但其實整條步道都是緩坡，而且沒有階梯。最棒的是，四周都被竹林環繞，空氣非常清新。沿途會看到一些布條，上面會寫着一些加油打氣的小語，偶爾還會在旁邊看到石椅給作者休息。這樣沿路走上來都是茂盛的竹林，怎麼拍照都很好看。桃園的竹林真的好密哦。那空氣很好哎。對啊。Hello。我在你對面。好。我也在姐姐對面。哎，蹦了蹦了。你看我把頭髮耶。對啊，我看了。走了1公里後，我們來到了岔路，往左邊走450公尺會通往竹林劇場，也就是走一個 O 字形回程下山。我們往右邊繼續走450公尺，就會來到風之舞台。走右邊的階梯上去，會走到低語軒，一個乘涼休息的好地方。如果不想走階梯，繼續沿着左邊的路走，就會抵達風之舞台。現在要走上一段階梯，階梯數量不會很多，走完這段階梯就會看到風之舞台了。這裡看到的山景很有層次，像是走進了一幅水墨畫。這裡有涼亭可以休息，還有廁所。繼續往上走，還可以通到其他景點。我們從停車場到風之舞台，大約花費了50分鐘。木馬古道還有很多支線可以探索，如果要全部走完的話，至少要花3個小時。走了這麼久的山路，小朋友肚子又餓了，我們就在這裡折返。快跑！現在是下午3點，阿娟小農的人潮又更多了。我們在這裡吃個飯，休息一下。下個景點我們要去雲嶺之丘，雲嶺縣海拔最高的景點，海拔高度1650公尺。我看它這個豆乾有一些特殊的醬哎，還蠻香的。它很好喝。對呀。然後可以加湯嗎？到達雲嶺之丘，氣溫明顯降低很多。這裡也有一些攤位可以逛。我們抵達的時間是下午4點，有些攤位準備要休息了。這裡最著名的景點就是360度無死角觀景大平台。吃飽了嗎？竟然撐得住哎！來到了觀景平台，眼前的山都被濃霧覆蓋。當我正準備回家的時候，旁邊的熱心民眾告訴我，攤位的老闆說，等到4點50分，霧就散了。我心想，這麼神奇，連霧什麼時候散掉都知道。那好吧，我就在這裡等看看。難得來到這裡，我也想帶走一些特別的回憶。哇，因為你看這個雲真漂亮哎，你看，可以看到雲，又可以看到藍藍的天。妹妹。
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太陽變成火球掉進雲海裡，小朋友也看得驚呼連連。我們這趟旅程運氣很好，看到這麼美麗的夕陽雲海。在停車場這裡有個賣地瓜跟滷肉飯的攤位，我們坐在這裡吃着暖乎乎的地瓜，一邊欣賞着浩瀚無垠的雲海。這是我們2025年草嶺之旅的最後一站。經過這次旅程，才發現原來草嶺真的很多美麗的風景，而且我們這次走訪的景點都是免門票、免停車費的景點，推薦大家來這裡走走。今天我們看到的雲海，下一集我要帶各位看花海，滿山滿谷的白雪木跟黃蜂。下個禮拜我們再一起出來玩吧！調皮老爸，祝你有個開心的一天。